欢迎大家来到老爸的时光，把美食带进你的厨房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用酸奶、牛奶、鸡蛋为主做的一道无油的奶酪蛋糕，口感湿润暄软，蛋糕味道浓郁，糖的话也不多，家里的老人孩子可劲儿造，多吃几块也不腻，绝对都得夸好吃。首先还是准备8个鸡蛋，把蛋黄和蛋白分开，用稍微大一点的鸡蛋，总共是500克左右。老爷子的手这几天恢复的也有80%了，比预想中的要好很多了，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关心。预计再过1个月吧，就可以给大家分享更多的面食了。鸡蛋分好后，咱们就先在蛋黄里加入1盒酸奶，用稍微浓稠一点的。这1盒酸奶的净含量是160克的。加入完酸奶就先简单的搅拌一下，简单搅拌后，咱们再加入120克的低筋粉。如果面粉里有小硬块，记得过筛一下。加入完面粉，搅拌均匀，这份材料就准备好了。接下来再打发蛋白，蛋白中是先加入80克的白砂糖。再加入少许的柠檬汁，或者是白醋，或者是做蛋糕专用的塔塔粉，三者任选其一，加入少许就行。取来打蛋器，先开低速，防止材料飞溅，然后转到高速，持续打发。这道蛋糕的材料就这些，加上柠檬汁也就5种。但是比传统的戚风蛋糕要湿润暄软，吃起来也不噎人。糖的话也不多，一共是做了16块蛋糕，每块合着不到5克的糖，让家里的小朋友多吃几块也无妨的。蛋白是打发到有明显纹路，大概3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差不多了。打蛋器拿出来，材料是这种弯钩状，就是属于中性发泡，就算打发好了。做大部分的蛋糕这一步几乎是一样的。如果还有流动性，就是还差点；如果是尖尖的，就是打发过了。打发的时候，保证咱们用到的碗干净，分蛋的时候不要混入蛋黄，保证这2点就很容易打发起来的。打发好后咱们把2份材料混合一下，先取1/3的蛋白和刚才第1份材料混合。混合的时候不要搅拌，用抄底翻拌的方式把材料翻拌均匀。翻拌材料的这一步要稍微快一点。翻拌均匀之后再把2份材料都混在一起，同样用抄底翻拌的方式翻拌均匀，就整体控制在2-3分钟就好。翻拌的时间太长了材料容易消泡的。打蛋白的这个碗最好用稍微大一点的，方便操作。翻拌均匀之后呢，就倒在盘子里，辅助找平，就立马送入烤箱去烤了。做蛋糕是很快的10来分钟就能做好，所以记着做之前咱们提前把烤箱先打开。烤箱的温度设定是以8升的烤箱为例，是把上火预热到160度，下火120度，放在烤箱的中层烤35分钟就行了。如果不能独立上下的控温可以先用140度烤上个20多分钟，观察一下。蛋糕上色不好的话，就把温度调高一点。如果看着有点开裂的话，就把温度调低点，在旁边多观察，就是稍微麻烦一些。烤的过程当中不要打开烤箱。这个盘子的尺寸呢是45厘米乘30厘米的，只要是和这个差不多大小的都行。烤的时候垫上纸，方便取出来。蛋糕烤好后也不需要处理，就自然放凉就行。那像我们家里老人比较多，家里的亲朋好友送来的牛奶喝不完，咱们就可以用家里的牛奶自制点奶酪夹在蛋糕中间。一个是更经济实惠，毕竟好的奶酪还是挺贵的，而且呢吃着更放心。做法是很简单的就家里的纯牛奶，什么袋装的、盒装的、桶装的都可以，但是一定要用纯牛奶，不要用饮料牛奶。先准备2升，大概就是半箱牛奶吧，倒在锅中之后加一点盐，大概是2克，简单搅拌后把牛奶加热。牛奶不用等到煮沸，就煮到开始冒气泡，大概也就有50多度吧，就慢慢的边搅拌边加入一点白醋，就咱们普通炒菜用的那种5度的白醋就行。这2升牛奶大概是用了50到60克白醋，加入之后牛奶的蛋白和乳清就分开了。加入完白醋，等锅中的牛奶煮沸就立马关火放凉。
等放凉了之后啊，把奶酪过滤出来，这个就是奶酪最简单的做法吧。奶酪过滤的时候啊，不用挤得太干啊，稍微留点水分。咱自己做的这个有点像豆腐渣，所以过滤出来之后啊，要用搅拌器搅拌一会儿。如果搅拌的时候感觉有点干，可以再加一点乳清进去，就是刚才挤出来的水。最终呢，搅拌到比较粘稠的状态就能吃了。咱自己做的这个不是很细腻，但是奶香味道很浓郁。吃不了的放在碗里，放在冰箱里储存，但是不能储存太长时间的啊，最多几天的时间就要尽快吃完。那如果是想让口感更好，可以1:1的加入淡奶油，再加点糖把它打发一下，这个就根据自己的口味随便调整了，没有固定的搭配。做的时候啊，自己尝一尝，符合自己的口味就好。如果是加入了淡奶油，大概是能做2大块蛋糕，就是32块小的蛋糕。如果是不加淡奶油的话，就是做1块大蛋糕的，夹在蛋糕的中间啊，切一下。这块蛋糕的口感啊，湿润暄软，蛋糕的香味和奶香的味道很浓郁，这都是食材本身散发出来的味道啊。即使是把这些蛋糕全都吃掉，也不觉着腻。糖的话也不多，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啊都能多造几块了，绝对啊都得夸好吃。好了，为了方便大家去记视频中所需要的材料，视频下方的备注栏或留言区有文字版的配料，有问题可以在留言区留言。大家如果喜欢老爸做的美食，记得帮忙关注点个赞，谢谢大家。那今天的这期美食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啊，也祝大家生活愉快。